哦，又来一条大红帮啊！这也是今天的第二条大红帮了，发财了呀！这一趟外海捕鱼的值钱货还是比较多的，看这一些鱼货能卖多少钱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大彪哥。然后现在一个小网在海里面，准备现在过去拉，准备开始拉今天的最后一个渔网了，是一个小网来的。前面的那几个网收也算还行吧，又有海红帮，又有龙虾，又有石雕的。值钱货就差3刀还没有来了，然后现在拉最后一个网啊，看能不能也来一些值钱货，大红帮、大3刀的。这个网拉完估计要夜里的4点钟了。这一个网的第一条鱼货是一条黄鲫，今天的黄鲫数量还挺多。又来了一只龙虾，今天第几只龙虾了？好像是第5只了吧？忘记了，不知道是第4只还是第5只啊。这一只也是不大只啊，应该也就3、4两左右的规格而已。跟上个网上的那些差不多，这种看起来虽然小只啊，但是价格应该也是挺不错的，至少应该也是要100多一斤的。这种就是本港的野生小青龙。来了一条泥猛鱼啊，这条泥猛鱼看起来好像就没有那么大条了。今天捕到的泥猛鱼数量就比较多啊，应该要20-30斤以上，我觉得有的。黄鲫又来一条。黄鲫的旺季也是快到了，大夏天就是黄鲫旺季。可惜就是黄鲫的旺季是在休渔期啊，我们基本就捕不到了。但是那个时候出海去钓鱼钓黄鲫的比较多。来了一条老虎鱼哦，今天要捕到好几条这种老虎鱼啊，学名也叫做食虫鱼。像这一种老虎鱼拿来煮汤，味道是一流的，营养程度就是懂的都懂吧。价格还不错啊，在我们这边价格一直很久不变，都是150块钱一斤。奇怪的就是，即使休渔期，它也是这个价格。就算是过年前，好像价格也没变，一直都是这个价格，维持在这个价格已经是好几年了。从我出海捕鱼到现在，一直都是这个价格。即使口罩时期海鲜降价，它也是这个价格啊。这里倒是捕上了一条米鱼啊，这条米鱼看起来也不算大条啊。可能是小网捕到的相对会比较小条一些，大网捕到的估计比较大条。今天也是拉上来好多个这种刺豚鱼了，时间太晚了，感觉越拉人越疲惫，也是很久没有这么熬夜了，估计好像是要通宵的样子。拉完网回去卖完鱼，天肯定是亮了，那就是工作一整天了，而且还是通宵工作的呢。哦，又来一条大红帮啊！这也是今天的第2条大红帮了，发财了呀！这一条海红帮也是很大条啊，我估计这一条应该也是要2斤多的规格，跟上一条好像也是差不多大，规格看起来差不多。像这一种规格的海红帮，至少1斤都是要450块钱以上，所以这一条至少也能值个1000块钱左右了吧。今天运气也不错啊，要么就一直捕不到啊，要么就连续的都能捕到海红帮，我这运气还行吧。难道最近才是这个海红帮的旺季，它的季节？也不算吧，以前夏天的时候也能捕到一些海红帮的。哎，不管了，反正能捕到就行啊。就光2条海红帮都能值个2000块钱左右了。然后今天捕到的龙虾也比较多，小剥皮也是捕到了一些，鱼货还挺多的哦。感觉到目前为止这一趟外海捕鱼都能值个4、5千块钱了呀，应该差不多吧。活点鱼来了一条啊，今天也是捕到有几条。活点鱼的价格不高，一般都是30块钱左右，不过也都是体格还行，差不多都要1斤左右的规格，拿来清蒸味道还可以。今天捕到的香头比较少，偶尔上来个1条。今天的小剥皮会比较多，而且大条一些，应该捕到有个20斤以上。活的小剥皮1斤按65块钱来算，20斤就有个1300块钱了。然后还有泥猛鱼、黄鲫，而前面的大网还捕到了不少那种大条的真鲷呢，有一条7、8斤的真鲷呢。所以这样子来算，今天还是挺丰收的了。这边倒是来了3条了，这个黄鲫一起上来啊，这一个网的黄鲫数量比较多。
有可能是遇到这个鱼群了吧？毕竟黄鸡还是比较容易的成群的游动，所以捕到黄鸡有数量的时候是很容易遇到鱼群的。泥猛鱼也是这样子啊，但是现在可能还不是旺季，所以遇到鱼群的几率还是比较小。但是数量还挺多。大家都说太累了，等一下拉完网要休息一会儿先。这样子拉完网就先不回去了。考虑一下吧，拉完网的话，先找个地方把船停泊下来，然后大家先休息一会儿，先睡个觉也行吧。毕竟工作一整天的也没怎么休息。要不然就拉完网之后，把船停泊在小岛的旁边，然后差不多休息到天亮之后再把船往回开。毕竟明天中午就开始刮风了嘛，明天也是不可能放网了。等一下把这个想法说出来，然后大家研究一下。疲劳开船也是不安全的，跟开汽车的时候疲劳驾驶是一样的，也是要安全第一才行嘛。大家也是没怎么熬过夜，所以一通宵工作基本上人就不怎么顶得住，每个人都感觉比较疲惫，一直都在干活呢。光拉网的时间都要6、7个小时了。刚把这个想法跟他们说了一下，他们也是觉得这个想法不错。反正时间也不着急嘛，要明天中午才刮风啊，所以睡醒之后一大早回去还是来得及的。这样大家都好啊，而且也比较安全。毕竟拉完网估计要4点多，也是睡多3个小时而已。但是能休息多这么久，精神层面就不一样了。这边也是连续来了一些剥皮鱼跟黄鸡。这边也是先把网拉上来吧，网就先不整理了，等明天再整理渔网，这样拉网比较快一些。虽然没什么风浪啊，但是人比较困，还是争取多一点时间，早点休息的感觉会比较好一些吧。这一个网都是来了2条这一种花点斑啊，这种不是海红斑，但是跟海红斑长得比较像，是花点斑啊，价格还不到海红斑的一半呢。这种规格至少1斤要100块，能达到1斤左右的话，1斤估计要100多一些。这条看起来应该也就7、8两吧，应该达不到1斤。不过1斤能300的鱼货都算是值钱货了吧。大家看一下，它身上有个一点一点的，这种是花点斑，而不是海红斑，颜色没有海红斑那么红色啊，相对中式一些。这一个网也是连续的有渔获上来呢，差不多应该也是要接近尾声了吧。目前为止依然还是没有大3刀，好像应该有个2、3年没有捕到3刀鱼了吧。这种鱼对水质的要求是比较高的，所以不知道这种鱼游到哪里去了。哎呦嘿，这里倒是拉上来一条真鲷，挺大条的呢。这条估计要5、6斤吧，毕竟是雕刻的旺季，所以能拉上来的雕刻呢还是挺多的，不管是真鲷还是黑鲷。像这一种规格的真鲷1斤也是要5、60的，所以这条也能值个300块钱了。感觉今天的收获至少要5、6千块钱呢，收获也不会比近海差到哪里去。毕竟有2条大红斑，难道是这一个季节的值钱货比较多？夏天的时候比较少，夏天的时候捕到的基本都是比较普通的渔获。然后今天的外海倒是捕到了不少值钱货上来，可能是运气的问题吧。刚刚连青衣都捕上来了一条啊。好的，然后这一边这个网也是拉完了，终于拉完了啊，然后准备把船开去小岛旁边。这个网就等明天早上起来再整理吧。人感觉还是挺困的，没怎么熬过夜啊，这个时候只想赶紧躺下去休息一会儿。
先把鱼给装起来，然后拿到冰箱这一边用冰盖子保鲜住啊。这样子即使这些鱼放到明天新鲜度也没事。到小岛旁边了，先把固定船只的船锚放下去，这样子也算是把船固定住了，就可以安心的休息了。这一个网的黄鲫还是挺多的吧，其他的鱼货就不算多。好像这一个网的泥猛鱼就没有捕到几条啊，比前面的网少很多。不过怎么都有一条海红斑，也算是不错了。人比较累啊，就不煮宵夜了，简单的洗漱一下就准备休息了。不过也是要先喝几杯茶润润喉啊。大潮水啊，也是很少工作到这么晚啊。再怎么累也是要喝泡茶给润润喉的。喝茶，然后搞点饼干吃一下，就准备休息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一觉醒来7点多，这边也已经在整理渔网了。我比较晚起来啊，然后我就直接过来开船，慢慢的把船往回开，他们整理渔网。时间不急啊，慢悠悠的就行，从这里开回去也是要2个小时的。早餐都不吃了，直接就把船开回去卖鱼，看一下这一趟的渔获能卖多少钱吧。毕竟这一趟的值钱货比较多啊，怎么收获都不会差到哪里去的，小几千块钱肯定是有的。开了2个小时的渔船，看到鱼排了，直接过去鱼排那一边卖鱼了。已经是到鱼排这边了啊，这一次的收获不多，但是有一些值钱的鱼货，看一下能卖多少钱吧。先把这些鱼货给捞上来吧，把这些活鱼先卖了。小剥皮还是不少的啊，还有2条海红斑，好几只龙虾。先给这些活鱼给称一下重啊。龙虾是有个5只啊。这一趟外海捕鱼的值钱货还是比较多的，看这一些鱼货能卖多少钱吧。大龙虾一斤要200多块钱啊，小龙虾一斤也是要100多的。然后其他的鱼货也要称一下，雕刻类也不少啊。大真鲷先拿来称一下，然后什么其他的香头啊、泥猛、黄鲫什么的都拿来称。杂七杂八的鱼货品种还是比较多的吧。小剥皮也要拿来称一下，先把这一些活的小剥皮捞上来，先称一下，数量还是比较多的。这只大龙虾也拿来称一下，还有个1斤08呢。然后开始捞小剥皮来称了。西贡也有几条啊，也是先捞起来一起称。小剥皮这样子来看，估计有个20几斤。有个18斤7啊。2条海红斑呢，还没捞上来吗？正常来说，最值钱的应该先称才对啊。这里面还有一条石雕也是比较值钱。这一次的英个鱼不多，好像是1条还是2条而已。这条石雕还有个8两呢。终于也是轮到这2条海红斑，今天最值钱的一货。哇，这2条海红斑有个5斤2呢。老板说1斤依然还是450块钱啊。所以光这2条海红斑都能值个2300多了。赶紧把其他的鱼货也一起称完，然后算账领钱了。每种鱼货的价格又不一样，而且有一些它的体格不一样，价格就不一样了。好了，开始记账点钱。这个数字是越算越多的呢。看老板把这个钱拿出来就高兴啊。这一趟总共的收获是有个5130块啊。这样子对一趟外海来说已经算是很丰收的了。这样子每人可以分个1000多块钱，还分了几斤鱼货带回家吃，也不错了。好了，这次外海捕鱼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。我是拿的彪哥，喜欢看真实捕鱼视频的朋友也请给我点点关注哦。哇，终于来一条值钱货了！哇，超大的海红斑，这一条要2斤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拿的彪哥，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，终于也是晴朗了，不过只是晴朗半天。半天的话，只能去近海放一下网啊，
也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去放渔网了，准备去放一下渔网，看能不能收获几条大黄鱼吧。然后现在出发了，下到床上也是天刚亮啊，然后船启动了，马上就出发了。还将尘埃掸落，别将你眼眸弄脏。或许把谈笑中你早已淡忘，而我在颠沛中已饱经一脸沧桑。思念需要时间慢慢调养，快将尘埃掸落，别将你眼眸弄脏。或许把谈笑中你早已淡忘，而我在颠沛中已饱经一脸沧。现在全部的网都放完了啊，然后现在船停泊在海中央这边漂流一会儿，先吃个饭，然后网的话到12点左右再过去起吧。这是船真的是停在海中央的，四周是没有一个小岛的。吃过午饭，然后时间刚刚好，现在飞过去起网了。思念需要时间慢慢调养。开始拉今天的第一个渔网，接下来就是大黄鱼多多、大红斑多多的时候了。但是没有想到拉了3片网，一条鱼都没有，一条鱼都没有，是连一条鱼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啊！这个网多干净啊，就像是网放到海里面清洗一样。而且今天还不能算特别的晴朗啊，还是有一点风浪的。相对冬天来说，这样的风浪就是没风浪了。拉到第7片渔网，终于是上了一条白花鱼啊！7片渔网才上了这么一条鱼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么一大堆渔网才上了一条白花鱼。不过近海就是这样子啊，没办法，只希望能上一些大黄鱼跟海红斑值点钱吧。傻瓜蟹一只，连螃蟹都是不值钱的。看来这个网已经是接近空军了，在近海放网真的是难受。第一个网都快拉完了，才又上了这么一条白花鱼啊，然后网就拉完了，整整1500米的渔网，拉了2条白花鱼上来。这么多渔网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还捕鱼着实让我难受，还是等天气好一点去外海的好吧。第一个网拉完了，第一个网没收获，就2条白花鱼啊，什么鱼货都没有啊，基本上算是空网啊。好，现在赶快过起下一个网了，也只能寄希望再接下2个网，希望收获好一点吧，要不然这样的收获着实真的是太难了，而且还是有一点风浪的啊，船一摇一晃的，增加了不少的起网难度。好不容易能出海放一次渔网啊，到这样的收获着实是不开心啊。现在开始拉第2个网了，要求不高啊，能上几条大黄鱼就最好了，实在不行上几条海红斑也凑合。先上了一个寄居蟹，这个螺壳里面的是寄居蟹，然后上了一条西公鱼，这个网的鱼货也是太少了，已经是拉到第4片网了才上了这么一条西公鱼。西公鱼学名是叫做16枚，然后又是傻瓜蟹一只，这种傻瓜蟹是不值钱的。网拉了一半了，又上了一条这种豆腐鱼，啥鱼都没有啊，都是不值钱的。第2个网也是快拉完了，也是没什么鱼货，石头蟹，这是最后一片网了，才最后上了这一条西公鱼，然后马上网也就拉完了，难受啊，一条大黄鱼都没有啊，连影子都没看到。第2个网也取完了，第2个网也几乎也是空网啊，那么多米的网，什么鱼货都没有，难受啊。最后一个网是大网啊，只能寄希望在这个网了。大网来一些大货吧，大的海红斑来一条吧，要不然这一趟捕鱼就要亏油钱跟亏人工了。网倒是没有破啊，真的是难受啊，大网一条鱼都没有，拉几条鱼回去吃都没有。第一次捕鱼捕到连拉几条鱼回去做一餐都没有啊，太难了啊。大网也是快拉完了，连一条海鲜都没看到。哇，终于来一条值钱货了！哇，超大的海红斑，这一条要2斤多。
这种规格的海红蚌已经要达到500块钱，而且最近是涨价了，所以光这一条就要1000来块钱了，爽，实在太爽了。海红蚌啊，是被誉为香港的4大鱼王之一，还算是挺值钱的一种石斑鱼。这边整个大网就上了这么一条鱼，再拉下去也是一条鱼都没有啊！今天的整个网也就这一条鱼能值点钱而已了，其他都没有什么鱼货。不过不要紧啊，有这么一条鱼就能补回油钱跟人工钱了，我都快绝望了都。真的是在绝望之际来了这么一点收获。这么久才出来放一次渔网啊，也就这一条海红蚌了，赶紧给它放一下气呀！第3个网也是拉完了，第3个大网没什么渔获，基本上是空军啊。不过在绝望之际啊，上了一条还挺大的海红蚌，应该有个2斤多吧，这一条鱼就能值个1000来块钱了，运气还算是挺不错吧，也就上了这么一条鱼而已。然后所有的网也都起网了，也是准备回去了。整整4500米的网啊，才拉了这么几条鱼，真的是，估计近海真的是不适合我吧。我还是等天气好一点去外海捕鱼的好吧，一条大黄鱼都没有啊。回到鱼排这边卖鱼了，没什么收获，今天也就那条海红蚌能值点钱而已了。这条超大的海红蚌啊，有2斤3，鱼货也是卖完了，没什么收获啊。就一条海红蚌能值个1000来块钱，将其他的鱼货卖了1100块钱。虽然说什么鱼货都没有啊，然后其他鱼的也不多，然后现在也是准备回去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也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脑袋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没看先点赞，这是一个好习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袋彪哥，然后今天是要出去拉这个螃蟹网了。现在船也启动了，马上也就出发了。先过来油船这边加2桶柴油，出了几次海啊，油也是快用完了。昨天晚上出海的那些大渔船也是现在返航了。迎之风浪，现在出发。蒼生之落花，看那是風起掃馬，誰能為我一眼望穿流下？公子是禮馬，前面是山，誰人家？牧野賦一曲琵琶，我與提筆未如一幅畫，佳人請笑納。最近几次的勾网都不是很顺利啊，都是要勾个2、3次，很少一次到位啊。这一次就真的是一次到位了，这一次一下子就把网勾上来，省了好多时间。不然要一直的来回勾网，要浪费非常长的时间。看来今天应该运气不错，大螃蟹、大龙虾、大海螺、响螺什么的，通通的过来吧，快到我的网里来。今天网一次就勾到了，应该运气可以的。不过最近的螃蟹是真的少。先上了一个小椰子螺震一下风浪，这里是上了一条闽鱼啊，还挺大一条的闽鱼。但是这一边又是拉了很久的网，也是没有看到螃蟹的影子啊。看来今年的冬天螃蟹真的是太少了，不适合放螃蟹网，我感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过几天大降温，不知道螃蟹会不会多一点呢？螃蟹没拉到啊，垃圾倒是拉上来不少，很无奈啊。这种傻瓜蟹、假面包蟹啊，倒是上来了好几只。现在的这种螃蟹其实也是挺鲜甜的，但是不值钱啊。偶尔也是有几条鳐鱼上来的。第一个也就拉完了，收获也真的是不多，也就2个椰子螺、1条闽鱼，还有几条鳐鱼而已。现在准备勾第2个网上来，希望这一次也是一次到位吧。好像是勾到网了啊，绳子比较硬，希望不是勾到网身。确实也是勾到了啊，这样子就简单多了，2次都运气不错。上一个网虽然运气不错啊，但是收获确实很一般。看一下这个网收获怎么样吧。为什么也是没有螃蟹上来？奇了怪了。这边上了一个椰子螺啊，看起来算是挺大的吧，这样子就有2、3个椰子螺了。今年冬天的螃蟹是真的少啊，
怪不得螃蟹的价格是一涨再涨，现在已经是80块钱一斤了。数量一少啊，自然螃蟹的价格就一涨再涨，真的是吃不起啊。我们也只能是吃这些不值钱的螃蟹了，比如什么傻瓜蟹啊、指甲蟹这些，带回家吃一下也是尝这个鲜甜味。傻瓜蟹的肉是没多少啊，但是2个钳子肉屑是挺饱满的，而且现在的壳是很硬的，所以肉质是比较鲜甜。活着带回家煮一下拿来吃是非常的不错，就是有点费牙齿。也是终于来了一只兰花蟹啊，这不会是今天的唯一一只值钱的螃蟹吧？而且这个网也都拉了2/3了，确实也是没有什么鱼货上来，好难受。难受，香菇。确实是垃圾比鱼货还要多。石头蟹一只啊，都是这些不值钱的螃蟹。不过每人分一点带回家吃确实挺好的啊，所以这一趟也不能算是全部没有收获吧，能分几只螃蟹带回家吃，自我安慰一下。这边又来了一只兰花蟹啊，已经是第2只兰花蟹了，这样子就2只螃蟹，价格还算是挺高的，数量太少。这个网也就拉完了，所有的网都取完了，收获不多，然后现在准备过去把拿下去，然后就可以开回去。边风浪也是越来越大了，我们又是要换一个地方放网了。最近的这几个地方放螃蟹网收获都是不好，螃蟹也不多，这一次开外面一点放网。网也是慢慢的拉下去了，在导航上面做好定位，然后把船锚放下去，我们就可以准备回去了。回去还要捡网上的垃圾呢。现在开始放第2个网，这一次开出来比较外面，希望下一次的螃蟹网就是螃蟹多多，龙虾多多吧。是很久没有遇到响螺了，希望能捕到一些响螺回来也是挺不错的。加油啊！希望在明天。这几趟螃蟹网的收获都不好，全部的网也都放完了，现在准备回去了。风比较大，就这么2只兰花蟹也是要绑一下。这2只看起来算是挺大只的，只半斤左右应该是有的吧，所以2只应该能凑够1斤，1斤也就是80块钱了。今天网上面的垃圾比较多，估计回去解也是要解个半天左右了。今天还捕到了1条鲶鱼啊，还有几条鳐鱼，这条野生的鲶应该能值点钱。回到渔港这边了，给大家看一下这次的总共收获吧。这一次的运气算是还是不错吧，捕到了有5个椰子螺，有大有小啊，但是也不是非常的大。现在1斤也是要50-60块钱的椰子螺，1条鲶鱼，还有几条鳐鱼。寄居蟹跟这种傻瓜蟹很多，已经是上到岸了。今天也没什么收获，鱼货不多，估计比那些岸边赶海的鱼货还少。几只螃蟹，几个椰子螺，1条鲶鱼，一些鳐鱼之类的，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鱼货然后现在也是准备回去了。好了，我是老打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，没有一丝丝改变。时间只不过是考验，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。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那张脸，面前再多。没看先点赞，这是一个好习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打彪哥，现在是早上的5点半啊，准备出海了。昨天把网放在外海那里啊，然后现在准备过去取一下，看一下放在海里面这些网有没有什么好的收获。好了，大家跟着视频出发吧。现在下这个船上了，天也刚亮，不过有点雾啊，再看一会儿。现在的雾气比较大，再看一会儿，等一下雾气上一点再出发，安全起见。好了，现在雾气渐散，可以出发了。开了3个小时的船啊，现在已经到达外海，看一下水势立马变成不一样的天蓝色，而且外海今天风平浪静，没有什么浪。好了，现在开始起网啊，昨天在这里放了1个网，
这个网有总共3000米，相当于100片网组成。网刚起上来就有鱼货，这是一条底仔鱼剥皮鱼，现在已经是50多块钱。上了一条小英哥鱼啊，上次小英哥鱼卖了是1斤20多块钱，而且数量比较多，数量最多的应该就是这种底仔鱼剥皮鱼了，是目标鱼种。每次出外海至少一次都能捕到10几20斤的这个剥皮鱼。后面还连着一个刺豚鱼过来了，刺豚鱼我们就不要的。这边上了一条大货，这个细鳞鱼还是比较大一条，估计差不多接近2斤左右，而且还连着几条这个剥皮鱼一起来。外海的收获从来没让我失望过。这边上了一条大柠檬啊，大柠檬的价格1斤大概是30块钱左右。上了一个扇贝啊，这个野生的扇贝，野生的扇贝真的比较小，大部分都是养殖的。今天的天气特别晴朗，水面就像一面镜子一样。上了2条剥皮鱼，后面还连着一只寄居蟹。上了一条大英哥鱼，大英哥鱼要比小英哥鱼贵一点，大概是30块钱左右。这边上了一条真鲷啊，真鲷的价格就比较贵，大概1斤要40块钱以上了。水面上浮着一个水母经过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一个水母啊。这边上了一个胖大星啊，这是一条小石斑，还连带一只八爪鱼。哇，来大货了，来大货了！这是一个大鱿鱼啊，这个鱿鱼超大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大鱿鱼差不多要4斤左右了，估计是3斤多，接近4斤，这么大一个。这个不是墨斗啊，墨斗后面有一块骨，很硬的。这一个没有骨啊，应该属于鱿鱼类的。来值钱货了，值钱货了！这是一条山刀鱼啊，山刀鱼的价格1斤大概是200多，接近300左右啊。这条这么大了，应该是接近1斤，甚至1斤左右了。山刀鱼一直是比较贵的鱼种啊，但是我们这边价格应该比较低，才200多。看一下。上了一条大泥猛，还有一条大细鳞鱼，大家看一下，今天的收获肯定不错。上了一个大墨鱼啊，这个大墨鱼应该差不多要2斤多，接近3斤啊，还是挺大一个的。一上来就喷墨汁，上次还被这种大墨鱼喷了一脚，这次我要避开点。一条老虎鱼啊，老虎鱼在我们这边价格比较低，1斤大概是100块钱左右。这是一条牛头鱼啊，带着2只石头蟹一起来了。牛头鱼价格也是1斤20块钱左右。在外海这附近作业的渔船还是相对比较少的。这边还上了一个比较小个的椰子螺，留着自己吃吧。又上了一条牛头鱼啊，由于收获比较多，我就不一个个拍出来了，把重点的给大家拍一下，然后最后面给大家看一下总收获就可以了。也谢谢大家。哇，龙虾，大龙虾，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这只龙虾超大，估计有1斤多了。像这样的大龙虾价格就比较贵了，1斤以上的差不多1斤要200多，接近300块钱左右。也好久没有捕到过龙虾了，开心。鱼货太多了，很多都没有时间从网上弄出来。天，后面又来了一只，不过这只好像比较小，但是也有1斤左右，大家看一下。今天总共收获2只龙虾，超级开心，大家看一下。2只龙虾加在一起应该有接近3斤了，所以就这样2只龙虾700-800块钱跑不了了。这一只就比较大，应该有1斤出头了，看一下，哇，好漂亮的龙虾。这种是青龙虾，这个体格是大青龙了，不是小青龙了，体格比较大。也差不多有接近3-4个月没有中过龙虾了。今天除了那条山刀鱼，龙虾就是最值钱的了。然后起完网我们就准备回去了。今天只放了一个网，一个3000米的网，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总共收获。这么多大货，除了那些养活的值钱货之外，开了3个多小时的船啊，也到达渔港这里了。过去看一下今天总共收获。已经到达渔港这里了，再去卖，看一下收获能卖多少钱。
总共15斤多的这个剥皮底仔鱼，这条三刀鱼刚好1斤啊。今天的总共收获卖了2200而已啊，那些剥皮就卖了1000左右了。现在卖完鱼准备回去了啊，算那个三刀鱼比较值钱啊，1斤有200多啊，这一条三刀也有1斤多一点点而已，还有10来斤的这个底仔鱼，全部还有2只大龙虾，2只大龙虾总共有3斤啊。不过价格更不是很高，200多1斤，总共也就卖了2200啊，总算还可以吧。好了，我是脑岛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这个视频也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是你带我找到另一个天堂，远比想象中更美。我们怀抱里的这一个天堂，每一个梦想有无限的快乐。相信你是我的另一个天堂，你的爱多么纯粹，因为你而存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岛彪哥，我是早上的7点钟，准备出海捕鱼来，现在已经在船上，然后准备出发了。现在出发，然后同一时间出去捕鱼的渔船也是挺多的。现在太阳才刚升出海平面，阳光直视大海啊，此景非常的漂亮，大家看一下。每天带你们看不同的海里日出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挺漂亮的吧？现在准备把网放下去，因为天气只晴了这么一天啊，没有晴太多天，所以也只能在近海放网，去不了外海。等哪天可以晴多几天的话，就去外海捕鱼。今天就在近海放网。把网全部放下去了，然后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晚点再过去起网。停泊在这个海中央啊，在这边休息一下，然后等一下过去起网。休息了有2个多小时啊，然后现在准备过去起网。现在已经是下午2点钟了，现在开始起今天的第一个网了，希望第一个开始就渔获多多吧。今天在这边放了4个网，大概有4500米左右的网。一起网就有渔获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这是一条假大黄鱼，山牙，还挺大的这条山牙鱼啊，大家看一下，有个1斤多了，1斤大概30块钱左右，看起来是挺肥的。这边上了2条这个白花鱼啊，又上了1条白花鱼，今天的白花鱼还挺多。今天天气比较晴朗，没什么浪，而且水势是翠绿的。又来2条白花鱼啊，白花鱼这么多，是不是有大黄鱼呢？大黄鱼没有，假大黄鱼倒是来了1条，而且还挺大一条的，大概差不多接近2斤了。这又是一条山牙。为什么没有真大黄鱼值钱呢？因为真大黄鱼比较稀少，而且鱼胶比较值钱。连续上了几条这个白花鱼啊，希望来真大黄鱼。不对啊，每次让你来真大黄鱼都是来假大黄鱼，连续上了3条这个假大黄鱼了，也该是时候来点真货了吧。开始起雾了啊，然后导致是这样子，最近天气一晴就会起雾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南风天到了吧。差不多第一个网也快就要起网了，没什么收获。白花鱼倒是上了几条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倒是上了几条这个白花鱼。这是西宫鱼啊，西宫鱼也有20-30块钱1斤。然后第一个网就起网了啊，第一个网虽然上的鱼货不少，但是没有什么值钱货啊。假蛋黄鱼倒是上了几条。第一个网起网了啊，没什么收获，除了几条这个假蛋黄鱼跟这个白花鱼之外，没有什么收获。现在准备过去起第2个网。今天的天气还算是风平浪静的，现在开始起第2个网，希望第2个网渔获多多吧，大黄鱼多多。哇，一上来就上了2条石斑鱼，这真的是一个好的开始啊！一条比较值钱的这个红斑，还有一条比较便宜的这个油斑啊。2条石斑鱼虽然说比较小，也是值点钱了。红斑就比较值钱了，红斑1斤大概有300块钱左右，油斑就比较便宜，油斑1斤有100多块钱。这是一条值钱的红斑。又来一条假大黄鱼啊，才刚上网没多久啊，没连住啊，直接掉出来了啊。拉了很久的网没什么收获啊，这里上了一只石头蟹啊。
这也是一条西公鱼，今天上的西公鱼也有几条啊。又来了一条西公鱼，这是一条大春子鱼啊，还有一条刺豚鱼。刺豚鱼也是可以吃的，只是拔刺比较麻烦。这条西公鱼比刚刚那些都大啊。刺豚鱼把刺拔完，然后吃它的皮肤是非常的胶质的啊，而且肉质都是很鲜甜的。上大货了，上大货了！这是一条细鳞鱼，也是挺大的一条细鳞鱼啊。细鳞鱼是一种好鱼啊，不过价格也不高，大概是40块钱左右，属于好吃又不贵的鱼种。这边上了一条老虎鱼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老虎鱼的刺是有毒的。来了一条黄鲫鱼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一条黄鲫鱼，不过这条好像没有上次上的那一些大。第二个网也取完了啊，第二个网上了2条这个石斑鱼，不下游解多，也没有其他什么鱼货了啊。现在准备过去取第3个网了。今天的天气超级晴朗啊，而且海面上没有一点浪，是捕鱼钓鱼的好日子。现在开始取第3个网了啊，希望第3个网收获多多吧。哇，来了一条值钱哇，超大的值钱哇！这条大红斑啊，上面说了1斤是有300块钱啊，这条大红斑估计有2斤多啊，所以这条至少值个600-700块钱了。哇，看一下它体格，差不多要接近3斤了。红斑比较少啊，而且体格是长不了非常的大，3-4斤的红斑算是非常大的了。我见过最大的红斑就4斤多。好开心，终于捕到一条值钱货了啊！这边上了一条超大的细鳞鱼啊，比上一个网上那条还要大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条细鳞鱼也是比较大，大概有接近2斤左右。前面这个也是一条放网的渔船，网放得这么近，估计要压住网了。不知道是我们压它的网，还是他们压我们的网啊？而且它只是单人作业，如果真的压到网就很难起上来。白花鱼1条，然后这一个网也就取完了，上了一条大石斑，还算是比较值钱。第3个网也取完了啊，第3个网上一条大石斑啊，就除了那条大石斑之外，没有什么其他鱼啊。一条大石斑，一条细鳞鱼，没有大鱼了。有朋友想了解一下我们的网具啊，我们这是3层的流刺网，外网会比较大，内网会比较小，内网就这么大，大家看一下。外网相对会比较大，这么大。然后现在开始起第4个网，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网了。这边上了一条白花鱼啊，今天的白花鱼跟假蛋黄鱼还挺多，怎么还没来真大黄鱼呢？继续上白花鱼。哇，上了一条超大的鳐鱼啊，这是一条鳐鱼，还会卖萌啊，嘴巴长得那么大。这是一条牛头鱼啊，铁甲鱼，比较小的。又是上西公鱼啊，拉了很久的网都没鱼货啊，只上了几条这个白花鱼啊，而且网也快拉完了，大家看一下。最后一个网也取完了啊，最后一个网没什么收获，近无空军啊，然后现在准备回去了。现在准备回去了，也已经是下午的4点多了。回到渔港这边呢，准备去卖鱼，看一下今天的收获能卖多少钱。我来渔港这里卖鱼了，看一下今天的收获能卖多少钱了。看一下今天的总共收获啊，最主要的还是这条大石斑能值多少钱。哇，还不错啊，有2斤6啊。今天总共卖了1271啊，大家看一下。现在回到码头这边了啊，今天有最后一条石斑鱼比较值钱，最后一条石斑就卖了800多块钱了，还有其他的一些鱼，总共卖了1200多。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脑打彪哥，喜欢我的给我点点赞，关注我一下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站在海之遥望着天，一幕幕的再回首，心中缠绵的心动对谁说？眼看着期盼翩翩的坠落，就这样一生与你擦肩过，眼前苍茫茫一片片。
没看仙人掌，这是一个好时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拿岛大哥，现在是早上的6点10分，准备出海去捕鱼啊。近海没什么渔获，然后今天是准备去近海跟外海交界的地方去捕鱼，因为去外海的话时间来不及，晚上就刮风了，所以只能去近海跟外海交界的地方这样时间才来得及。看一下能不能收获更多的渔获吧。上次这几次捕鱼的渔获都是比较惨淡的。好了，现在出发。现在是下到船上，天刚亮，然后马上也是准备出发了。四海无缘才相见，起伏延绵的哀愁在胸口，眼看着滚烫的眼泪滑落，这几台中如何去接受开了2个小时的船，然后放网又放了2个小时。现在船停泊在海上中间这里啊，然后准备休息一下，吃个午饭。网要晚点再过去起了。午饭前先来一泡潮汕功夫茶解解渴，吃饭才香。现在是中午的12点10分，潮水刚到啊，然后现在是准备过去起网了。随着机器声响，马上出发。接下来就是大黄鱼多多的时候了。现在开始拉今天的第一个网。在这个近海跟外海的交接处，相对来说渔获应该会比近海多一点。但是第一片小网却连一条渔获的影子都没看到。旁边有一条渔船也是在拉网，他们的人够多。已经是第5片渔网了，连一条鱼都没有。跑到这么远，渔获还这么少，怎么回事？拉到第7片网，终于来渔获了。这条金灿灿的，长得像大黄鱼，但却又不是大黄鱼啊，是假大黄鱼。这种鱼叫做山芽，价格比较便宜。出来一条山芽，这么大的山芽一斤要达到50-60块钱，要是大黄鱼就发财了。这条要是大黄鱼应该要1斤多，就要1000多块钱了。然后这边又是拉了很久的网，没有渔获了，看来这个位置的渔获也不多。又来一条啊，好像这条要大一点，要接近2斤了这一条。小白花鱼来了一条，西贡鱼一条啊，最近捕到的西贡鱼倒是也有几条。这边上了2条大山芽，要是大黄鱼就好了。这些假大黄鱼要是换成真大黄鱼，估计要发财了。又来一条啊，假大黄鱼上了这么多了，是不是也该上真大黄鱼了？但是后面几片网都没有渔获，然后这个网就拉完了，难受啊！第一个网是起完了，第一个网没收获，这么多的网啊，又起上来了几条一只手都能数过去，渔获真的是太少了。好，现在准备过去下一个网吧，希望下一个网的渔获能好一点。跑到这么远过来捕鱼，渔获还这么少，还是等天气好一点去外海的好吧。近海确实是不适合我啊，不知道别人捕到大黄鱼了没有。现在开始拉第2个网，希望第2个网来几条大黄鱼吧。靠近近海这边的渔获主要还是捕大黄鱼为主。这下子倒是先上了一条鳐鱼，还挺大的这条鳐鱼。现在的鳐鱼一斤也是要达到40几块钱，还是挺好卖的。然后又是假大黄鱼来了，大黄鱼你在哪？快到我的网里来。假大黄鱼的肉质其实也是挺嫩的，煮来吃其实也是挺鲜甜的。这条春子鱼这么大，这条应该要2斤出头。这种规格的春子鱼比较值钱，一斤要100来块钱呢。这么大的春子鱼还是比较少见的，也就是要跑到这么远才有吧。近海也几乎没有这么大的了。渔获没有啊，石头蟹倒是上了一只，这只也是还可以。然后又是没有渔获了，难受。香菇又是一条假大黄鱼，还不赶紧叫你的表亲过来。你的表亲真大黄鱼躲在哪里？快说！这边也是连续的上好多条这种假大黄鱼，虽然不怎么值钱，但是上多了也就能值点钱了。
然后第二个网也就拉网了，就是假大黄鱼比较多而已啊，真大黄鱼还没有见到。这么多的渔网啊，上的渔获估计2只手能数得清。第二个网也起完了，第二个网也是没有什么渔获，就几条那种假大黄鱼啊、山鸭，还有一条比较大的那个春子鱼而已啊，没什么收获啊。青海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，还是等有机会去外海吧。浪也是越来越大，接下来只能寄希望在第3个网了。好歹也应该上几条大黄鱼了吧，海红蚌也行。这一趟才捕了这么几条鱼，要亏死啊！还特意跑了这么远过来。傻瓜蟹先上来了一只好几块钱呢。哦，也是终于上大黄鱼了。虽然这一条比较小，但好歹有个念想，能看到大黄鱼，估计后面还会有。这条鳐鱼够大，鳐鱼拿来煮汤或者煮粥是非常好的一种食材，没有硬刺。呀哈，我就说嘛，前面有大黄鱼，后面肯定还会有。这一条比刚刚那一条大一点了。哦，这一条更大，估计要1斤左右了。哇，真的是要来一起来啊！很久没有捕到大黄鱼了，现在大黄鱼什么价格我都不知道，估计这种1斤左右的要600-700块钱1斤吧，应该有吧。哇，又来一条，这个大黄鱼是不是成群的？一下子来了这么多条，这条估计也要8两到1斤，跟刚刚那条差不多大。哇，这条鳐鱼够大，估计要3斤左右。一条我就准备带回家煮粥吃，配上紫菜煮粥吃，味道绝对是鲜甜得很。又来了一条大黄鱼，这条看起来更大一点，估计也是要1斤左右。天真的是心力了失望，差点就绝望了。我大黄鱼成群的来，今天这个运气没谁了。还来了一条牛尾鱼啊，跟大黄鱼一起来的。刚刚还以为这条是大黄鱼呢，结果是山崖，金黄的。哦，这条黄花鱼就够漂亮，还活着呢，证明刚上网没多久啊。这个网收获就挺不错了，连续的上了应该有7-8条这个大黄鱼。这个网拉完了，这个网虽然渔获不多，但是好在上有几条大黄鱼，运气还算是不错啊，终于是捕到大黄鱼了，而且还挺大条的，有2条应该是接近1斤左右，算是还可以吧。看回去卖一下，看能值多少钱。然后现在是网都取完，准备回去了。今天经历了失望，差点就绝望，然后又给了希望，真的是潮起潮落，激情澎湃啊！最后总算是收获还挺不错吧。开到回去，太阳也是下山了，这个落日晚霞还是挺漂亮的。这一次真的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归。还好这一次的收获挺不错啊，上了这么多条大黄鱼，总算是发财一把，应该能值不少钱。大黄鱼啊，有的地方也叫做黄花鱼、黄瓜鱼，野生的大黄鱼是非常的值钱的。也是终于回到鱼怀这边，准备卖一下鱼货。今天也都有几条大黄鱼值点钱的，好几条都是1斤左右的。捕了这么多条的大黄鱼，大家看一下，收获还是挺好的。总共的鱼货卖了3000多块钱，也是终于回到家里面了。这一趟收获还算是挺不错的吧，有大黄鱼。很久是没有捕到大黄鱼了，今天终于捕到了一些大黄鱼。总共的鱼货卖了3000块钱，大黄鱼有一些，还有好几条是1斤以上的，然后小的比较多，还有几条是比较小的还有一些鳐鱼、山芽之类的，春子鱼收在一起卖了3100。然后现在准备先吃个饭，洗个澡了，辛苦了一天了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休，就是这样子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脑袋表哥，喜欢我视频的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大红蚌来了一条，终于来值钱货了。没看新点赞，这是一个好习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袋表哥，现在是早上的8点45分，已经睡到床上，准备出来去捕鱼啊。今天天气比较好，而且晚上来风比较晚，估计也是要去外海捕鱼，看一下开出去的天气情况到什么情况了。如果天气好一点就到外海去，天气不怎么好的话再看情况。然后现在马上也就出发了。关掉了我的手机。
全部的网都放完了，然后船停泊在海中央这里。天气问题啊，去不了外海，只能差不多快要到外海的位置，在这边放网。然后现在准备吃个午饭，就泡茶间。差不多1点多左右再过来起网吧。那我们放网的这个位置其实离外海也不远，再开1个小时的船也差不多就到达外海了。先休息一下，喝泡潮汕功夫茶。现在吃过午饭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准备过去起网了。在这个位置的渔获既有大黄鱼，又有其他杂七杂八的鱼，但是这2指的渔获都不会特别的多，只能看运气吧。运气到了的话，拉几条海红斑或者来几条大黄鱼也是有的。但是运气不好的话，就像是现在，有可能是空网啊。观赏鱼，这条观赏鱼倒是挺漂亮的，但是我们这边没人要，把它放回大海吧。刚把观赏鱼放了，就来一条胡椒钓啊！这算不算是观赏鱼的回馈？这条胡椒钓其实也不算大，但是后面又拉了3、4片网，也没有什么渔获。渔获不够，石头来凑。先来一块海底礁石。哇，又来了一条胡椒钓，这条胡椒钓都大多了，这条应该要3、4斤。这种规格的胡椒钓应该比较值钱，1斤应该能达到50、60块钱。刺鼓鼓的刺豚来了一个，这里的渔获让我感觉像是在外海一样。你看，还有小剥皮鱼，像极了外海，还上了一条老虎鱼。这些渔获跟外海是一模一样的，就差海红斑了。又有小剥皮鱼啊，这是我们外海的目标鱼种。黄鲫鱼也是我们在外海经常捕到的，来在这片海域的渔获跟外海是差不多了。这旁边也是有2艘小渔船在这里起网，离得我们也不远啊，互相有个照应。然后第1个网就起网了。第1个网没什么收获，没几条鱼啊，有2条这个胡椒钓，2条剥皮鱼，没什么收获啊，一只手都能数得清。没想到跑到这么远，收获还这么差，还不如在近海捕大黄鱼呢。要不是风浪这么大，我一定跑外海去了。也只能希望后面2个网的渔获好一点吧，特意跑得这么远。第2个网先来了一条白花鱼，又是一条刺豚鱼。没想到在这个海域还有这么多刺豚鱼，而且这条比较大。然后又是拉了很久的网没有渔获，我的天，太难了。哟，真鲷来了一条，这条应该要1斤左右。然后又是没有渔获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渔获就不能连续的来吗？台竿有点外海的感觉，怎么渔获就不能连续的来？像外海一样不行吗？又来了一条真鲷啊，这条要大一点，估计要1斤多，接近2斤。